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新语。这期讲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 Cloudflare Speed Test， 新很多的，它就像《山海经》里的应龙。应龙的本职工作就是行云布雨，开山离水，走到哪都能顺着最稳的那条路飞。Cloudflare Speed Test 也是一样的，它会自己在一堆 Cloudflare IP 里面来回巡视、排查、测速，去掉那些没用的，只把最稳最快的那几条留给你。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Sub Converter， 它就像《山海经》里九天玄女的九转炉。九天玄女的九转炉能够将任何法阵互相转化 ，Sub Converter 能将大部分主流协议随意炼化转换。话不多说，逐个看一下。先看这个 Cloudflare Speed Test， 正如前面说的，这是一个用于自动测试并筛选全球 Cloudflare 中最快的 IP 地址的工具，这样你就省得一个一个自己去查了。我自己也有做过一个 IP 地址筛查的工具，但是远没有这个好，它的星很多的，点个星。当然它是有一点限制的，这个限制也没什么就是了。它不支持 UDP 的协议，也不支持 Cloudflare Wrap 优选 IP。测试完毕以后，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它自己本身是已经提供了 IP 源的，但是你也可以使用自己的 IP 源。但是你的 IP 源文件必须是纯文本格式的，可以是 IP.txt， 理论上说也可以是 IP.csv。这里还有一个界面的解释，主要是关于为什么有的时候运行测速中断或者测速卡住，它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再向下拉，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使用的例子了，似乎主要是支持 Windows， 能支持 IPv4 和 IPv6。能够匹配指定的地区，可以自定义测速条件。如果测速都是000，也就是没有速度，原因一般是这三个。拉到顶部，这里有一个快速使用 ，Windows 看这个 ，Linux 或者 Mac 可能就看这个。它直接有 Release 的版本，似乎按照这个步骤走也可以。关于它的使用，如果你想用 Release 版本，这里点一下就可以了，这里点一下也可以，这个 Release 点一下也是一样的。进去以后向下拉，这里就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了，选自己的系统对应的版本。点 Code 回到主页，打开它。但是你看一下，它这里的命令行也挺简单的，用这些命令行直接做可能更方便。用这个命令创建一个叫 CFST 的文档，然后进入这个文档，基本就是按照它的这个过程做一遍，然后用 webget 去拿你对应的 release 的版本。比如说它这里的例子用的是 Linux 作为例子，你去点一下这个 release， 向下拉，你去找你自己对应的版本，因为名字是要改的。点 code 打开，换言之就是你直接可以复制这个命令，但是要根据要求替换版本号和文件名，也就是要替换这一段，其他的都可以直接复制了用。版本号和文件名要根据自己的系统自行决定啊。比如我就是用这个，它是一个 zip 文件，再点一下 release，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也就是实际上我选的是这个。点 code 回头打开，我们还要继续看这个文档的。命令输入以后按回车，它就开始下载了。下载以后要解压，如果你是 tar 的文件，也就是 Linux 的这一波，那你就是用 tar 的文件。因为我是 zip 文件，所以我就用 zip 来解压。输入命令按回车，输入 Y 表示同意。解压好以后用这个命令看一下，这个是下载的东西，其他是解压出来的文件。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说明，看一下，这说的是详细使用说明，请看，也就是直接去它的 GitHub 官网上看。向下拉就会知道，这两个是 IP 的元数据，这个是 IPv4 用的，这个是 IPv6 用的。它的命令是有参数的，这个参数可以带文件，但是必须是纯文本的文件。当然理论上估计过去 CSV 也是可以用的，也可以直接对某一个指定的 IP 进行测速。清理一下页面，用这个命令再次查看一下解压出来的东西，这个和这个就是两个 IP 的元数据了。在 GitHub 上你也可以找到，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但是你也知道，它这里写得很清楚，它更新的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它最后一次更新是2025年的7月22，所以这两个源是比较旧的源。
不过没关系，这并不影响我们测试它的功能性。向下拉，解压好以后要赋予执行权限，复制这个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按官网说明的讲法，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运行了。运行是可以带参数的，参数的解释说明在这里。进阶使用底下就有对参数的使用说明，看一下它这里的参数的说明。这里有很多参数哦，我们快速看几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就是这个 DN， 这个是测下载速度的；一个是这个 TP， 它是设定端口的。URL 这个就是指定链接的，这个是它的默认的链接。按官网的讲法，默认地址不保证可用性，建议自建一个。但是也没关系啊，测试一下看看结果再说。这是设置国家和地区的，这是设置延迟的，默认是9999。我们知道延迟越低速度越快，一般情况下200以下就很不错了。这个是设置返回结果数量的，默认是10个。这个是指定 IP 文件路径的，这个是专门测试某一个特定 IP 的，这个是设置输出结果路径的，默认的结果就是 result 到 CSV。 这个是禁用下载测速的，禁用后测速结果会按延迟排序，默认状态下是启用的。这样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代参命令来测试一下，用的 URL 就是它提供的默认的这个 URL。 按回车，稍等一下，稍等一会儿就会出结果了。这里也有一个结果的示例，因此可以知道，即便是比较久的 IP 源文件也是有可用 IP 的。清理一下页面，查看一下文档内的文件，就会看到这个结果文件了。看一下这个结果文件，这里面的可用 IP 就更多了。当然了，之所以多是因为我们刚才的命令里有一个-P20，也就是只输出前面的20个，那后面这些就不管了。清理一下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用的 IP 源是官方提供的这个默认的 URL。我们当然希望尝试一下是不是能够使用自己的 IP 源。那在网上还是会有一些 IP 源的，比如说 FOFA， 之前也有讲过，用 Shorts 讲了一下 FOFA 拿 IP， 然后用 Python 脚本来检索 IP。 在这里就快速再看一下如何拿 IP 列表，输入这么一段搜索词，国家是美国，服务器是 Cloudflare， 因为这个就叫做 Cloudflare Speed Test， 所以服务器头部要有 Cloudflare ASN 31898，自制系统编号31898就是 Oracle， 网上搜一下就知道，自制系统编号31898 Oracle。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这样就会弹出很多的结果，点一下这个按钮开始下载，这里看到会有6700多个结果，点下载。按这里的讲法，如果是免费的话，最多只能有2960个结果，我们就给2900吧，看一下能不能下载。文件已经在生成了，点一下这个链接，点这个 Click to Download， 这样就开始下载了。如果想免费下载是有数量限制的。这个就是下载结果了，重命名一下，移动到你希望它存在的位置。我是直接放在这个文档底下了。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 FOFA IP 到 CSV。有了这个 FOFA 到 CSV 以后，我们就有了 IP 源数据了。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的内容转换一下，因为它的格式并不符合Cloudflare Speed Test 上这个 IP.txt 的这个格式的要求。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格式就长这样。我们看一下 FOFA 的这个文件的格式，很明显这样的文件格式是不符合要求的，因为长得就不一样。但是这里面这么多的 IP， 如果一个一个手动去改，岂不是非常的麻烦？因此就会用到这个 GitHub 的仓库，直接在 code 这里点一下，下载它的压缩文件，解压以后取出 CSV to IP 到 PY 这个文件，解压好了以后，把它放到你 IP 数据源文件的同一个文件夹底下。清理一下页面，点进去看一下它在做什么。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 IP 一个一个取出来，如果有不好的端口就去掉，
最终生成一个叫做 hi.csv.txt 的文档。这个结果文档就会和 Cloudflare Speedtest IP.txt 这个文档非常的相似了。点一下 code 回到首页，然后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参数来测试我们自己自定义的 IP 元数据了。希望这个时候你已经安装了 Python， 如果还没有安装，去安装一下 Python 版本，要 Python 3或者以上，用这个命令启用 CSV to IP。目前它只在 Mac 上被测试过，在打开的窗口里面找到你要的 IP 列表的原文件，拖到窗口里，按回车。运行这个命令以后会需要稍微等一会儿，这个窗户不要关掉。为什么会需要等一会儿呢？因为我们刚才下载了2900多个结果吧，反正它会运行一段时间，我们等运行好了再来看。运行好了，我们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本地生成了一个 hi.csv.txt 的文件，查看一下这个文件，这样我们就把 CSV 文档里面的 IP 都取出来了，这样一个一个都取出来了，而且它还会帮你自动去重啊，就是这里面取出来的就是独立的不重复的 IP 啊，关掉。那这个就是符合 Cloudflare Speedtest 的这个标准了。这个东西是 CIDR， 数字越大 IP 范围越小，这个是完全可以不要的，只要取出 IP 就可以了。清理一下页面，用这个命令试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数据源，按回车，这样它就开始检查了。很快啊，也出了结果，这些应该都是可用的，速度还不错。我们有2900多个结果，但是我们只需要前20个，前20个就够用了。那这样我们就有了优选 IP 啊。有了优选 IP 要怎么用呢？就比如说我们找一个看一下，有一些不能用的，比如说这个就不能用，这样我们就双击它，把这个 IP 地址复制一下，粘贴过来，把端口号复制一下，粘贴过来，然后点确认，然后就是自己测速一下。那这个 Cloudflare Speedtest 的优选 IP 就讲好了。接下来看的是这个 Subconverter，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转换各种协议，就比如说你有一个 Clash 的订阅链接，但是你的客户端只支持 Sandbox， 那这样你就需要进行转换，然后才能用，不转换就不能用。Subconverter 就是干这个的，它是可以本地搭建的。点一下本地搭建，拉下来一点，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 GitHub 地址了。点一下这个 GitHub 地址，就会跳转到它的对应的 GitHub 的页面，向下拉，这里就可以下载安装了。但是好像它已经有2年没有更新了。回到它的首页，点 Subconverter， 可以看到新还是很多的，也有很多人 fork GPL 3.0 的 license。这个自用完全免费啊，只是说有点旧了。我们找一个新一点的，这个看上去就比较新，它也是 fork 这个 Subconverter 的，上周刚刚更新过。向下拉可以看到它是在 Docker 里面部署，端口号是25500，镜像是这个，复制一下这个名字，保存到你本地，方便等会复制粘贴，也复制并保存一下端口号，主要就是方便等会复制粘贴。这是它支持的类型，我们看到它支持几乎所有的主流类型。Target name 是这一列，使用Docker部署好以后，可以用这个命令进行链接的转换。Target 是必填的 ，URL 也是必填的 ，config 可以不管。这就是它的一个使用的例子，需要给 Target 和 URL 填入真实的值。这里有中文文档，点一下中文文档，什么都没有，点回头。那这样我们就用这个镜像部署一下，复制一下这个镜像的名字。我们需要一个服务器啊，这次用的是早云。为什么用早云呢？因为早云就是 Docker base 的，它本身就是基于 Docker 的。点 App Launchpad， 点创建 App， 把复制的镜像名字粘贴到这里。名字可以自定义啊，资源就默认就可以了。因为转换协议这个东西用不掉多少资源呢，反正都是自己用。复制一下这里的端口号，
链接到这里，打开 Public Access， 这样就有了链接。向上拉，点部署，点同意，稍等一会儿，还是蛮快的，这个就部署成功了。但是这个还在 pending 啊，继续要再等一会儿。不过状态已经是激活了。既然状态已经是激活，点一下打开链接，回到 GitHub， 在这里可以看到添加这个字段。如果看到 Subconverter Backend， 就说明这个容器已经启动了。复制它，在这里添加 Version， 可以看到 Subconverter 的 Backend， 那这个就已经启动了。我们现在试着把一个 Clash 的链接转成 Symbox， 这里用的是 IKUUU， 它是永久免费的。在订阅链接这里点一下复制，已复制，然后到这里来把订阅链接复制进来，点一下 Encode， 我们要把订阅链接转换成 URL Encode 这种模式。原因非常的简单，你在 GitHub 官网可以看到它用的就是这个 URL Encode 这种模式，所以我们也要把 URL 转换成 URL Encode 这种模式。那应该怎么用呢？这个就是例子。config 是可以不要的，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不需要 encode， 删掉。打开刚才部署到找云上的链接，去掉后面这个部分，复制前面这个部分，把这个前缀替换掉，去掉多余的 backslash。现在看一下 target， 在官网上 target name 是这个，复制一下，我们要的是 Symbox， 在这里把这一个字段替换成 Symbox， 去掉前面的空格，复制这一段 URL Encode 的链接，替换这个字段，然后把这一整段复制一下，粘贴到一个新窗口，按回车就会看见完整的 Symbox 的配置文件了。把这一整段全选复制，复制好了以后，在本地创建一个 JSON 格式的配置文件，文件名可以自定义，按回车。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输入 I 粘贴的这些内容，稍等一下，粘贴好了就保存一下，退出，查看一下内容是不是已经粘贴进去了，能够看到内容，那基本就是粘贴好了。清空一下页面，然后去追升 Silo， 因为我们刚才的是一个配置文件，它还不是 URL， 不太方便用。你是可以把配置文件复制粘贴到你的客户端里去的，但是这样不方便用。不是每一个客户端都支持直接使用配置文件的，所以我们要把配置文件上传到一个能够存储JSON文件的地方，然后形成公开的 URL。比如说 JSON Silo， 一开始要注册一个账号，注册账号很简单，有邮箱就行，验证完邮箱就注册好了。注册好了登录以后点 Silos， 然后点添加，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其他就默认。点下一步会跳转到这个页面，选上传，把保存的这个文件拖进来，点 OK， 这样文件就上传好了。点 Save and Close Editor，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公开的 URL。复制一下这个 URL， 打开你本地的 Symbox 的客户端，本地用的是 OneBox， 点配置，点添加，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把 URL 粘进去，点击添加。稍等一下，文件配置成功，刷新一下，依旧显示更新配置文件成功。这个也刷新一下，更新配置文件成功。为什么这里有个叹号？这个我就不懂了。为什么天数是负的？我也不懂。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先到主页看一下，把配置改成这个，点一下启动按钮，看一下节点会不会有速度啊？有啊，节点有速度啊，那就是连接成功。4K 的可以播啊，也有速度啊，虽然速度不是特别高，但是还蛮稳定的。这里也显示，在客户端里也显示有速度。哦，可能是什么地方时间戳改成了1970年。点一下配置，这就难怪，虽然这个配置是能用的，但是天数却是负的。那没关系，反正是可以用起来了。回到主页，停掉。这题讲了2个，一个是 Cloudflare Speed Test。它堪比山海经里的应龙，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 IP。一个是9天玄女的九转炉 Subconverter， 能把协议互相转换。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